週五夜盤台指期收跌3000點，事實上最慘烈的時候接近尾盤的時候，各位知道跌多少點嗎？4447點。最好的動作就是如果這個訊號出現了，真的有可能會是整個 AI 金融市場的一個空頭的開始。我們就請來大神阮慕驊老師，慕驊哥，对啊，大家好。对，上禮拜的這個一張破一整個對賬單，讓大家都拜為神明這樣。那但是呢，這一波呢，我們請示一下，那這一波為什麼會這樣跌呢？首先就是美股漲多了引爆，好，剛哲青有講到說費半一天跌10%哦，這是非常巨大的跌幅。你知道，單費半指數30成分股，一個交易日就蒸發了1.2兆美元。那另外呢，納斯達克指數也跌了5%，標準普爾500指數跌幅將近3%，標普一個板塊也蒸發超過1兆美元。好，所以這個美國的股市呢出現了暴跌，一定會影響到台股嘛。好，那因為台股正好逢6日周休，所以呢就反映到周五的夜盤。周五夜盤台指期收跌3000點，事實上最慘烈的時候接近尾盤的時候，各位知道跌多少點嗎？4447點。因為我們沒有概念，這個是很大的跌幅。跌停板，期貨跌停板是非常少見的。但是呢，它跌停板之後就打開了，就中場是收跌3000點。那為什麼會跌停呢？是因為市场太恐慌了，尤其是很多人在睡覺的期間呢，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所以那個程式交易啊，就是自動那個停損，然後自動砍倉，然後再加上下面沒有買盤承接，所以呢，它就直接穿價到跌停板，所以那是不正常的交易。所以很多人以為說周一就我們今天錄影的時間，台股有可能會跌到10%，事實上不可能啦。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台股的今天的一開盤的跌幅大概5%到6%嘛，对，它其實也反映了整個亞洲市場的跌幅，好像韓國股市，這個一開盤呢跌到8%，日本股市一開盤跌到了3.7%。所以說基本上是反映整個亞洲股市的跌勢，台股並沒有說跌得非常特別多，但是呢，確實也是因為今年都是一路上漲的行情，讓投資人是措手不及啊。那最主要的原因，我覺得就是剛才講到美國股市漲多的一個所謂擠泡沫的行情，即使費半一個交易日跌了10.26%哈。今年它還漲了73%所以也就是說它在跌之前它漲幅是80%以上，所以各位可以想見這麼大的漲幅累積的時間是這麼的短，才半年的時間不到，那當然有可能會出現劇烈的回挫，所以我覺得是不需要太緊張了，這基本上就是一個擠泡沫的過程。那我覺得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就是美國的科技股其實在費半指大跌之前，它其實已經出現不穩定的狀況，有一些科技股，尤其是科技巨頭，他們的股價已經沒有辦法再創新高，而且出現高檔震盪的情況。那這種高檔震盪的情況呢，通常我們都會認為說，它可能會是一個短期高點的位置。所以在科技股已經先行表態的情況之下，我覺得後面納斯達克指數跟費半指數進入休息啊、整理啊、下跌的階段呢，是可以被預期的。那第三個原因就是，其實大家的風險意識太低了啦，就基本上市場都是太過樂觀嘛，所以戒心太低。比如說呢，很多散戶現在是4代同堂嘛，大家有聽到對不對？拿房子去貸，拿什麼去貸？信貸什麼貸什麼貸，貸了一大堆錢，然後呢就2倍槓桿投入到股市裡面去。那當然，一有風吹草動的時候呢，市場就會很緊張，因為畢竟槓桿交易它所蒙受的損失是可能是成倍的放大。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市場太過樂觀，今年融資餘額增加了太多。然後我覺得這個去槓桿擠一下泡沫，其實是合理的一個行情。為什麼已經盡力控制飲食，吃得清淡了，膽固醇還是不好管理呢？其實代謝效率才是關鍵。除了飲食，膽固醇更多是由身體合成，血糖與血脂是源自於同一個代謝系統的狀況。想要啟動代謝循環，健康3D 紅麴加鉻就是雙管齊下的救星。透過紅麴加鉻加苦瓜生態，可以降低膽固醇，調節血糖，從根本促進身體的代謝。Insmate 專利定序19肽是全球首款獲得美國 FDA 認可的新膳食補充成分苦瓜生態原料，分子小，活性佳，品質與效果更值得信賴。2周血脂，4周血糖，1盒啟動代謝升級。榮獲國家雙重標章，守護健康更安心。統一健康3D 紅麴加鉻雙效定，天天飯後2錠，就是最簡單的健康投資，幫助您啟動代謝升級，讓身體更有底氣。那慕驊哥，其實面對這種大幅度的這個回檔修正啊、大跌，有哪一些觀察指標是我們投資人可以特別去注意的呢？好，那因為大跌基本上它不是跌基本面，我覺得就還好。雖然有人講說，哎，是有點跌基本面，什麼原因呢？除了說我們剛剛講的那3個因素以外，另外還有一個因素就是那個非農業就業的情況太好，超出市場預期1倍，所以市場擔心
好消息變壞消息，聯準會要升息，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呢，升息變成是基本面的一個壓力。那我覺得這其實基本上不構成股市真正崩跌的原因啦，因為畢竟升息它其實是告訴你經濟是好的，就業市場是好的，所以並不是經濟衰退。真正股市會進入到熊市或者空頭市場是經濟衰退。沒有經濟衰退，沒有黑天鵝，基本上美股很難進入熊市，也就是說跌幅超過20%甚至30%的情況。回到了這個不是基本面的問題下，您剛剛的問題就是說，那到底我們要看什麼？那就看技術面啊。所以先看加權指數的月線能不能守住。那跟各位講一個好消息，我們錄影這個時間點在接近中午了，對不對？禮拜一的接近中午的時間點。大盤是有守住月線哦，剛剛哲青講到說，大盤是跌了2000多點，對，它又中間還拉回去1000多，因為一開盤它其實是跌幅更深了，所以它現在到目前它是 K 線是現在目前是一個下影線，那下影線是有跌破月線，但是呢，現在目前的 K 棒是沒有跌破月線的，所以基本上如果一直到收盤，今天1點半的情況是如此的話，那月線守住，我覺得就是非常強勢的盤勢了。月線能守住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所以先看這個技術面，技術面就是月線20日均線能不能守住。如果20日均線沒有守住，大家也不用太緊張，因為下面還有季線，還有半年線，還有年線，下面有層層的支撐。但當然，如果說要跌到季線，就是那個空間就大了。好，但我們不希望它跌到季線，我們希望月線又能撐住。那這是第一個看技術面，第二個呢就是看成交總值。台股今年動輒每一個交易日都是上兆的一個成交總值，我覺得稍微要冷靜一點，量縮一點，量縮價穩。然後呢，我們看到指數不跌，權值股回穩，基本上這個盤就穩住了。好，所以說第二個看成交總值，我覺得是要稍微量縮了，不能再一直每天1兆2兆這樣子一個量，非常大的一個量，那就是市場過熱的一個情況。第三個就是融資餘額，我剛剛講說太過樂觀，大家槓桿就是借錢進股市，各位知道嗎？今年集中交易場的融資增加2000多億，對，櫃買的融資增加1000億，所以這兩次的融資餘額代表多少資金進場呢？5500億。另外呢，還有一種叫做不限用途借款。好，今年根據金管會的統計多了6000億，所以這三塊加起來就1兆多。那這1兆多呢，就是貸款進到市場的錢。我覺得呢，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下，你要看到融資清洗啦，單日融資餘額大幅的減肥，就代表市場開始心態上有戒慎恐懼了，那其實是好事。那第四個就是權值股持穩，比如說台積電、聯發科、鴻海，你會看到這些龍頭股持穩，台達電持穩不跌了，他們甚至翻紅。另外呢，國泰金、中信金、富邦金這些金控股的龍頭也翻紅了，那再加上一些 AI 供應鏈的股票翻紅，我覺得這個就已經是很重要的訊號。而今天就有這樣的訊號，你可以看到像金像電盤中翻紅，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另外你可以看到很多載板股，它其實今年也沒有什麼跌，所以強勢股還是有的哦。是，也就是說呢，在今天弱勢盤勢之下，就是禮拜一、周一6月8號弱勢的盤勢之下，還是有強勢股，那這個就是盤面上好的訊號，就是不是一個全面失控的行情。是，那最後呢，就是我們看到這個整個股市的跌勢呢，它不要持續的斷崖式的下跌，它可以做修正，那修正反彈，再修正再反彈。呈現 A、B、C 3波修正都沒有關係，但它不能斷崖式的下跌，因為這種斷崖式的下跌呢，會讓整個市場的那個信心，包括人氣，還有就是整個那個籌碼面潰散掉，那這樣一潰散掉就很難救回來。是，那我覺得這些是大家可以關注的，也是我在關注的。因為大家都非常相信慕驊哥對市場的關注，而且聽說你從5月底開始就已經有做這個有計劃的減碼，但是大家都很好奇，因為其實慕驊哥有修出對賬單來嘛，就慕驊哥到底看到了什麼風險？那其實我不應該要修對賬單的，忍不住嘛，我也會這樣子講實在的，最主要是因為我記得5月29號就是收最後一個交易日，我在那個週末呢就發了一篇說呢。我覺得流動性現在應該要高一點，就是換出一點現金，把股票減碼1/3，我就閒來無事發了這樣的一篇貼文，沒有想到這篇貼文被媒體大篇幅引述了，媒體就是說，阮慕驊減碼了，阮慕驊賣股票了，結果呢，這個新聞被po到 PPT 版上，就有人酸我說你看他賣飛了吧，跟着他反着做就對了，因為你要6月開始繼續漲哦，而且呢是繼續創新高哦，最高漲到46000點。所以呢，我賣的點位確實沒有賣在最高點，它後面還有好幾個交易日是繼續往上漲。很多人講說，你看它賣飛了，跟着它反着做就對了。所以我才秀出對賬單，告訴大家說，如果你要嗆我，你有比我賺得多，你來嗆我沒有關係。當然，我覺得後來事後反省一下，太衝動了。不過
我覺得重點是為什麼我要減碼？對啊，就是因為我發現我剛才所講的這些現象都告訴我們有經驗的投資人呢，就是現在市場太過樂觀，沒有戒心，然後呢，相對的槓桿用得太高。那通常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市場會教育一下投資人。好，所以說我覺得留出一部分的現金，其實我也沒有很保守我還有這個60%的股票我只是留出了30%的現金，其實也不算保守。作為如果未來大盤下跌可以進場的子彈嘛，你沒有現金你就沒有子彈，所以流動性向來是我認為抵抗風險最好的工具。好，所以留出現金並不是看壞市場，而是呢做未來的因應的需求。那今天會加碼嗎？還是說就是你還會再看一下？今天一開盤我沒有加碼，但是呢，在我們錄影前呢，我就加碼了一些 ETF 跟個別股票，我就把我賣掉了那1/3的錢呢，一部分拿來做 ETF 跟個別股票的加碼。那我選擇的這個加碼的標的呢，第一個是以市值型的 ETF 為主，因為大家都知道嘛。高股息的 ETF 比較抗跌，所以它不見得會跌很多。那市值型的 ETF 因為都是權值股開盤都跌得很慘，對啊，所以相對而言，我覺得是一個市值型加碼的好時間點。第二個呢，就是我覺得主動式 ETF 可能可以放在盤勢回穩再加碼，是因為主動式 ETF 他們買的比較多一些中小型股票，那這些中小型股票在盤勢下跌的情況下，它比較有流動性的問題，就是會被亂砍價。所以我覺得主動式 ETF 可以放在後面幾天加碼。另外呢，我加碼了一些我喜歡的股票，5月營收創歷史新高的，然後呢，今年第一季財報好的，就是它有基本面做支撐的。還有呢，就是它開盤沒有跌停板的，因為今年很多股票開盤其實是躺平的，後面都陸續打開嘛，但是它開盤是跌停。為什麼有些股票它開盤沒有跌停呢？各位就可以思考了，因為大家都很恐慌，都要砍股票，就代表這些股票一定有人在買，或者是有人在撐，或者說它一定有它背後的原因。所以我会去加碼一些開盤沒有跌停的股票，像6月8號今天，我覺得收盤跌幅在2%以內的股票都可以特別注意。就是相對收盤比大盤收高的，就是說大盤如果跌3%，它只有跌2%，像這種跌幅比大盤小的股票都可以特別注意。還有就是它尾盤是收在這個全日最高點的，因為有些股票它可能開跌很多，對不对？可能開跌5%，就是它收盤是收跌1%，它就收在全日最高點。像這種紅棒的紅 K 棒的，然後呢收在全日最高點，它的跌幅又比大盤小的，我覺得可以特別注意。那慕驊哥，我們接下來再來看一下台積電好了，因為上個禮拜是他們的股東會嘛，那我們看到他們的董事長魏哲家就釋出很多樂觀的訊息啊，那種滿臉笑哈哈的這樣，就大家可以放心繼續買。那面對這個禮拜這樣的一個跌勢你覺得現階段台積電要怎麼來操作？團隊建議給哲金看的一個數字，我覺得相當的驚人哦，超過70%的你其實還沒有按訂閱。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歡我們節目的話，現在我們來按下訂閱吧。按下訂閱對你來說是免費的，但對整個下班經濟學團隊來說，有你的支持跟訂閱，是這個節目能不能繼續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關鍵。股東會上有人講說，相信魏哲家明年買新家嘛，對不對？不然人家就笑哈哈嘛，對不對？基本上我們也確實看到台積電的這個股價是一路往上升了哈。那我覺得台積電的基本面是毋庸置疑，今年 EPS 看到這個95塊。明年的 EPS 甚至看到130，後年的 EPS 看到更高。隨着它的 EPS 往上升的一個情況之下，台積電的股價呢勢必要去反映它的基本面。再加上現在全世界的這些 AI 大廠全部都要仰賴台積電。你說我晶片可以交給別家設計，但是呢，最終還是要交給台積電代工。畢竟三星啊，或者是 Intel 他們的這個代工的產能。良率各方面，它其實是跟不上台積電，完全看不到車尾燈的。所以說我覺得台積電還是最終的贏家了。那但是問題是，台積電也確實它太透明了，所以它的股價呢也反映了它的基本面。所以你說它有非常大的 supply 空間嗎？似乎好像也沒有。所以我覺得台積電最好的這個操作方式就是它股價大跌的時候去買。當大家開始恐慌大跌的時候呢，其實你去買台積電，你就可以買到超值的價位。比如說呢，像這個美股大跌，我覺得6月8號這一周呢，其實就是買進像台積電這樣優質股的一個好機會。其實我覺得基本面非常好的情況之下，大家其實對台股不需要失去信心。我覺得美股也好，台股也好，後面再恢復多方的走勢的可能性是遠遠超過真正轉空的可能性的。所以我們站在相對幾率的情況下去理性的思考嘛，不要很緊張的去想說這個盤一直想鬼故事嘛。你用鬼故事嚇自己沒有用，因為你永遠賺不到錢。所以我覺得按部就班的投資，在好股票打折拍賣的時候呢，去買它，其實是最大的贏家。
是，那慕驊哥，我們再來看一下，很多人在問博通這一支股票，因為大家覺得蠻奇怪的，它第二季財報是很亮眼啊，但是股價卻大跌，2天跌了20%，那這個原因又是什麼呢？好，我們都知道博通的市值是上兆美元哦，所以2天跌掉20%，等於說幾千億美元的市值就不見了。原因是什麼呢？就是他發布財報之後，隔天股價大跌了10多%，那就再隔一天，正好遇到美股大崩，博通正好就在費半指裡面，所以他又首當其衝，所以他2天跌20%是這個原因。好，那為什麼他會在發布財報之後跌呢？他其實呢財報非常好，出的問題在財測，就是說他最新一季的財務預測呢，他的 AI 營收呢稍微沒有像市場預估的那麼樂觀，那其實也差不多就差了幾億美元而已哦。但市場非常的嚴苛啦，就給博通這個一個大跌的這個排頭吃，再加上他隔日呢，他的 CEO 就陳福陽接受訪問，他說他根本不關心股價，他說他只關心技術，他說死磕技術就對了，他說我只關心我的客戶跟我的技術，他說我也只關心鐵三角，就是博通跟那個 Ansopi 這些公司的合作。那這句話呢會讓市場覺得就是說，其實公司派不關心股價，我覺得這個稍微有一點影響。但是我們理性的去想，陳福陽有沒有錯？其實沒有錯。一家公司的 CEO 他本來就應該關心基本面，而不是太關心股價。那問題是市場在風雨飄渺的情況之下，自然會做負面解讀，所以呢才造成它的股價這麼大的下跌。但是我覺得博通這種好公司股價下跌下來是給你買的，並不是給你去賣的，所以大家應該要趁機會在這個跳樓拍賣已經打8折的情況之下呢，去思考未來一段時間博通股價止穩之下可能的進场點。是，可是你看現在輝達6月5號下修了6.2%，另外一個 AMD 大概是10.86%，其實這個跌幅也算是重的，對不對？所以大家想說，AI 泡沫是不是要來了？但是慕驊哥你怎麼看？我覺得 AI 其實泡沫是一個無稽之談，因為 AI 的發展才剛剛進入到推論階段。我們知道後面還有很長的一個路要走，比如說進入到物理 AI，就是實體的部分，像是製造業。他們在全面的工廠裡面製造導入 AI， 另外呢，服務業全面導入 AI， 物理的 AI 像機器人啊，像是自駕車啊這些呢，滿街跑。那我們都還沒有看到這個情況，你怎麼能說 AI 已經進入到泡沫了？我覺得金融市場有可能短時間它會出現要起泡沫的情況，但是整個科技的發展它不會泡沫，所以我們應該把這個事情分成2個軌道來看，就是科技的發展它沒有泡沫的問題，科技會持續的推進，就像網絡。那時候有大康 bubble， 那時候其實是金融泡沫。那網絡後面它還發展得更好，變成是現在 AI 發展的基礎。科技沒有疑問的情況之下，我們就要回到說金融面。那因為去投資 AI， 大家太 FOMO 了，太這個 Euro 了，好，就是 You only living once 這種重壓一輩子就壓一次這樣子的那種賭徒心態，所以說呢會導致短時間股價的暴漲，大盤的暴漲，而導致了這個估值的過高，就是本益比的過高，而出現修正。那這種呢叫做短時間的泡沫，那這種泡沫其實把它擠掉就好，它並不是真的整個基本面造成的 bubble。基本面造成的 bubble 其實有一個大家可以關注，如果這個訊號出現了，真的有可能會是整個 AI 金融市場的一個空頭的開始，就是熊市的開始，就是整個資本支出在減緩，然後你會發現AI 的科技發展停頓，它沒有辦法再突破了，或者說呢這些巨頭發生在投資或者說在科技發展上的疑慮了，他們開始出現就是說，我們覺得現在應該要停了，或者說呢，他們發現再也沒有辦法突破瓶頸，那我覺得這樣的情況發生，就是基本面的變化才有可能導致真正熊市的發展。那以現在目前來講，我看到的是，市場過度樂觀下面的修正，它並不是一個熊市的發展。所以回到兩位的問題，就是說 AI 有沒有泡沫？如果從科技的發展上面目前沒有看到，因為這些巨頭對未來的投資跟發展的信心還是很堅強。好，那金融上面有沒有一些泡沫？我覺得是有的，因為短時間漲太多。你看費半指漲80%，台股漲60%，韓國股市漲1倍。那你說這麼快速的一個上漲，這麼短的時間有沒有一點泡沫呢？其實是有的，那稍微擠掉就好了。是，聽起來像濃泡的感覺。對，對，所以慕驊哥提到，就是好的公司其實越跌的時候，就是越要去關注它的時候嘛。那回到台股的部分，我現在面對到這種比較大幅的回檔修正，有沒有哪一些個股是你覺得說，越跌的時候越可以逢低加碼的？其實我覺得現在投資你可以展望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了。為什麼呢？因為其實上半年已經有很多股票大漲特漲，那些大漲特漲的股票，你說它下半年到明年還要再繼續大漲特漲，我覺得可能性就相對低了。所以我現在在看的股票是今年下半年跟明年
它有長足成長的，它的機遇是好的，然後呢，它的股價才剛剛上來的。比如說我舉幾檔股票為例，比如說像嘉必奇6197的嘉必奇，這家公司做連接器，過去連接器我們都知道給它的本益比很低的，好，這種公司其實就是賣零組件的，好，沒有什麼太大的營收爆發，EPS 的爆發，但是這家公司開始進入到整個 AI 的這個伺服器，好，然後進入到通訊這個領域上面，那它就轉型成功了。所以你會發現，它這幾年的營收盈餘就不斷的明顯的在增長。好，另外呢，我覺得今年下半年可以特別注意的就是那個高電壓的部分。高電壓，對，因為 data center 未來要走入到整個高電壓，比如說輝達的規格就是800V HVDC， 哦，就要從我們現在的48伏要進入到800V。那為什麼要走到那麼高電壓？因為我們都是知道電壓越高，那電流就可以越小，電流在流动的中一定會有電阻。那有電阻呢，在大電流的情況之下，它一定會有功耗的損失跟發熱的問題。所以說高電壓它有什麼好處呢？它的好處就是可以減少功耗的損失跟發熱。那這其實是輝達要，所以它為什麼要進入到800V，就是要進入到高壓直流，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因為現在目前的整個晶片是用直流電，但是在晶片外面整個電力的運行啊，機櫃外面是用交流電，那交流轉直流又有一些損耗的問題，所以它就乾脆直接全部用直流。所以呢，800V HVDC 是未來的主流，就是明年會開始放量的一個很重要。所以說在這部分呢，你就要去思考說哪一些公司跟這個高壓直流是有關係的，尤其是跟高電壓有關係的，因為高電壓下面它一定要需要一些主動元件。所以呢，主動元件的部分呢，我今天介紹幾家公司給各位參考，比如說像強茂。好像是這個富鼎，好像是大中，這些公司呢，過去他們都是主要是做車用的，好，因為車用很多是要高電壓的。那他們現在進入到了這個伺服器領域，那就会變到另外一個新的這個商機的出現。所以這些所謂跟着高電壓走的主動元件呢，我覺得是我現在目前特別可以注意的。另外就是主動元件上游的，因為要做這些主動元件呢，它必須要用第三代半導體，因為第三代半導體這個材料就具備那個可以給做高壓的這個主動元件使用，用矽是沒有辦法，用矽是沒有，所以它用第三代半導體。我們都知道矽是第一代半導體，所以呢，你沒有辦法用矽去做這些主動元件的基材，所以呢會進入到所謂的第三代半導體。所以你會看到，像美國有一家做第三代半導體材料的，像是 Navitas 這家公司的股價今年就漲很多。所以我覺得上游的第三代半導體的材料的公司也可以注意，但是因為這些公司他們現在的還沒有賺錢所以呢 EPS 都不好，甚至是虧損，所以呢大家可能稍微有點耐心，不要太急着進場。你可以等到他們真正開始，可能今年下半年、明年開始它有業績展望的時候呢，你再去考慮也來得及。是，今天這樣子的這個急跌回檔，很多人就覺得回了，我手上套牢了，但有可能也只是一天，那或者是接下來也有幾天也可能会發生相同的類似的情形的时候，那投資朋友應該有什麼樣的心態，或者他有什麼樣的策略？好。我覺得心態大家可以回到那個川普對等關稅那一段時間，大家記得嗎？那個清明節過後出現了連續暴跌，3天跌了4000點。對啊。可是呢，這3天跌完，隔一天大盤漲了9%，幾乎所有股票全部漲停板。然後呢，報復性的反彈。所以過去的歷史經驗，股市的慣例就是這樣，暴跌跟暴漲，它往往是連體嬰，它都會連在一起的。所以在暴跌的時候呢，尤其是非經濟因素的暴跌，其實去殺股票是不理智的。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上呢，周一6月8號最好的動作就是靜觀其變。你也許不要去加碼，如果你手上現金比重不多的人，你也許不要去加碼，但是你也不要盲目的去砍掉一些好股票，你反而要去看說你手上的哪些股票到收盤還是跌停板的。因為到收盤還跌停板，就代表說它是有流動性問題，很多人是想賣不掉的。那這些股票呢，可能是未来幾天反彈上去，你優先考慮要減碼的標的。所以大家這些原則就是我自己個人會在這2天這個在盤面上關注的一些策略跟方向。是，對啊，就每次這個聽慕驊哥跟我們分享之後，對自己的投資更有信心了。今天謝謝慕驊哥，謝謝。